大家好啊，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钢铁雄鹰4》啊。那么在上一集里面，德国成功打赢了英国战争和南非战争，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处理国内的事情了。那么德国在这一集里面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话不多说，马上开始我们今天这集游戏啊。此人颇具争议，但所幸的是，元首并不在乎党内人士的看法。事实上，由于我们过去的行为，德国在国际上的名声一直很坏。尽管整个世界都对新元首表示喜闻乐见，但德国的外交形象依然亟待重塑。一场广泛而有力的外交攻势对元首的改革来说同样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向世界表明，德国正努力成为一个现代化且热爱和平的国家。如果国际社会对我们缺乏信任，那么国内的所有改革最终也将归于虚无。德国内战结束了，德意志的核心地带已团结在新元首周围。然而，为了重新聚拢人民，还有不少硬仗要打。如今德国四分五裂，对于新元首和他的外交部长来说，重返荷兰已经成为外交优先事务。虽然内阁仍未敲定任何具体事项，但他在启程之前已经面带微笑向人民挥手致意了。在谈判过程中，元首发现他低估了荷兰人。他发现和一个建立在经济、外交和贸易传统基础上的国家打交道绝非易事。他可以选择送出荷兰人想要的补贴，另一方面也可以拒绝，尝试向他们虚张声势。这样的话可以维护他的形象和德国的资源，但也肯定会降低荷兰人对德国的好感。没关系的，不过就是一点钱而已，同意他们的要求，要多少就给多少。在遥远的西方盘踞着我们最凶恶的敌人——美利坚合众国。尽管我们当初未向美国提出任何苛刻的投降条件，但他们始终认为德国必须为他们的邪恶行径承担罪责。除了抨击德国的核武器对他们的残暴行径之外，他们还极力反对我们的殖民统治和民族社会主义制度。无论美国国内现状如何，他们的态度都会极大影响整个自由国家组织以及其他中立国。我们必须和宿敌缓和关系，为德国和自由世界实现关系正常化铺平道路。外交部长经常透露，他想亲眼看看美国的愿望，现在他可以如愿以偿了。保持和美国的良好关系，不仅是重塑德国国际形象的关键一步，还能开启两国急需的贸易市场。外资将为德国工业注入新鲜血液，而人民也会得到更多消费选择，从中受益。今天，随着德国和荷兰正式达成协议，荷兰终于回到了我们的阵营。政治并不像科学那般丝毫不差。德国在欧洲的名声比在世界范围内还要糟糕。本世纪的2次世界大战足以给我们贴上轻视邻国和好战分子的标签，再加上全欧洲对法西斯主义与日俱增的厌恶，以及我们拖垮了本国乃至其他国家经济的事实，德国已经成了欧洲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国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若不先得到邻国的信任，我们的国内情况就难得到进一步好转。外交部长认为，所有未加入德国新秩序的欧洲国家都值得投入外交努力。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固然重要，但瑞典和芬兰也是潜在的重大合作伙伴。作为现阶段计划的一部分，他还打算绕道访问印度。尽管印度并非超级大国，对我们也没有敌意，但它毕竟是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贸易潜力和众多的投资机遇。印度很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里成为世界舞台的主角之一，与他们交好有百利而无一害。面对英美这两个权势滔天的超级强权，我们曾经和日本团结一致，然而珍珠港事件以后，两国关系便日渐冷淡。随着三国同盟条约的基础不复存在，日本对我们的强烈不信任以及其泛亚主义的主张，造成了两国无法弥合的裂痕。尽管两国势力范围相隔千里，但日本似乎仍将我们视为与美国同等的永久竞争对手。然而，元首仍然坚持与全世界缓和关系的政策，这意味日本在我国外交中仍有一席之地。尽管元首和外交部长对德日关系正常化都不抱乐观态度，但如果此事能够成功，我们就能够缓和两国关系，并将矛头重新指向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恢复和日本的贸易能让我们获益颇丰。一旦两国关系真正缓和，或许我们还能看到旧联盟的重生。新任经济部长，著名的经济学家路德维希·艾哈德是元首最信任的密友之一。尽管其自由市场主张
以及自由主义倾向，导致他在党内饱受非议，但他仍然被大部分人看作是德国近几年来最为精明的部长。抛开他激进的改革手段不谈，元首对他信心十足，他也将如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所期待的那般广受人民欢迎，而这都要归功于施佩尔在经济改革领域的英明远见。他心中总是在盘算某个计划，或者是好几个计划。他早就说过要废除价格管制，抑制通货膨胀，开拓国外市场，甚至彻底废除奴隶制，以及向德国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更不用说他建议削减德国国防军预算了。德国的权力殿堂里从未出现过如此激进之人。魏玛共和国崩溃后，阿道夫·希特勒依靠德意志劳工阵线将德国拉出经济大萧条的泥潭。在这一组织中，普通公民，主要是年轻人，会被登记成志愿加入军事化组织，在极短时间内将失业率降到接近于零，为青年传授了正确的工人价值观，帮助他们走出理想破灭、挥霍无度的窘境。尽管经济部长对正统民族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感冒，不过他还是从中获得某种启发。德意志劳工阵线将被重新组建起来，并以全新的名称服务德国人民，重建部队。这些新组建的劳工队伍将会接替原本分配给奴隶的工作，从而在极短时间内兑现施佩尔减少失业的承诺。这是废除强制劳动制度的第一步，对未来几年重建蓝领就业市场至关重要。经济部长提出这一建议时，元首措手不及，但他的逻辑确实有道理。德国马克现在是一种毫无价值的货币，在世界舞台上根本没有影响力，即使是那些薪水情况还算丰厚的德国人，也很难买得起维持一周的食物，更不要说那些躺在商场里积灰的汽车、电子产品和奢侈品了。10多年来，德国人长期缺乏日本人和美国人所享有的购买力和生活质量，是时候结束这种情况了。必须对德国马克进行一次强硬重置，所有货币都退出流通市场，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纸币和硬币。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让德国马克的实际价值从目前的通货水平回落至正常水平。这些激进的措施可能会引起广泛的困惑与不满，但民众的贫苦生活必须到此为止。日本无疑是个军事强国、经济强国，至少大家都这样认为，但它同样极端排外、孤立甚至偏执。由于他们所谓的泛亚主义以及我们刻意制造的战争，他们永远不可能平等对待我们。我们将继续寻求两国关系解冻，但很明显，试图重建与日本的盟约完全是浪费时间。但这也无所谓，有德国国防军保卫德国就够了。没有这个远在天边、自视甚高的盟友拖我们下水，我们只会过得更好。根据外交部长的合理推断，美国将是我们的外交重点，也许这样最好。因为我们和美国人的共同点更多一些，虽然说他们可能全都是吃里扒外的财阀，但追根溯源的话，美国人也是欧洲人，有着相当的德意志血统。重开商品交换，或许能在地缘政治上打开日本的大门，看着他们的剥削帝国没落，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坏处。在一个不同寻常的早晨，一切拉开了序幕。杰出的间谍首脑早在施佩尔任职之前就在总理府工作多时，而今天他又出现了，把文件拍在希特勒用过的桌子上。尽管他还像往常一样自信，但他的语调却表达了另一种意思：我们摊上大事了。我已经读过你给我的那些关键信息了，你对处理国内安全问题很有想法。只见他沉思片刻，然后又放松下来。我的元首，请恕我冒昧，您想控制盖世太保和情报机构这件事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事实上，这两个机构的情况非常糟糕，他们没能阻止内战，也没法抑制国内持不同政见的派系。施佩尔的深情令人难以捉摸。你接着说。美国人在战后改变了策略，他们的战时组织战略情报局成了中央情报局的基础，他们从失误中吸取教训并做出相应调整，而今天他们也在情报界远远超过我们。日本同样如此。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现代的新式情报机关，这个想法很有意思。你还有更详细一点的信息吗？他点了点头。他把公文包甩到桌上，然后打开公文包，拿出了一个档案袋，上面写着国家情报局几个大字。当然有了，我的元首，您还想知道些什么？他在短时间内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元首希望把所有情报机关合并为一个统一的组织，并置于中央管辖之下。他把相关工作交给这位才华横溢的爱国者，希望他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从今以后，德国的守护者不再是过时的情报机关，而是国家情报局。他显然需要定期向元首汇报情况，并只对元首一人负责。
不过他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全权组织国家情报局，只要最终计划得到了元首的批准就好。这一切标志着德国的安全事业迈向了崭新的光明未来，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敌人将陷入深渊。幸运的是，蓝领职业并未随着强制劳动完全消失，目前国内仍然有一批老工人骨干，他们在战争期间服过兵役，并成功保住了工作。现在经济部长打算向他们提供国家的宝贵资源，以解决严重的失业危机。他已经向元首建议建立一项覆盖广泛的实习项目，以培养更多的熟练工人。毫无疑问，这项提案一定会顺利通过。它不带有任何遭受抨击的政治色彩，而且德国目前也急需熟练工人。同时，这项计划能够形成良性循环，毕业的人越多，能培训下一代熟练工人的导师也就越多。价格管控在德国鼎盛时期盛极一时，在当时也是必要的措施。当时我国经济正蓬勃发展，强制的固定面包价格有什么害处？如此一来，即使是最贫穷的德国人也可以分享共同的劳动成果。只可惜我们因胜利变得越发轻浮，以致忘记了浮动价格所能带来的好处。现在经济部长希望废除一切价格管控，这样商品的价格就能像世界的其他国家一样，在同样的自由市场规则下运行。但愿民众不会对公司和企业有权自行定价，但愿民众不会过分担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明白基础经济能让价格维持在合理的水平，这样就不会有人像魏玛共和国时期一样再挨饿了。目前国内几家巨头已经成伟大不掉之势，凌驾于民族社会主义商业规则之上。早在掌权之初，我们便意识到遏制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的必要性，并对中小企业活动进行严格管控。他们被刻意施以重税，以支付战争开支，防止形成垄断企业。但现实并非如此。考虑到一家大型企业在战时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被迫网开一面。经济部长并不同意这种解读，他希望废除对企业劳动成果所施加的苛刻条件，并立法对大企业征收重税。他坚称这是世界其他国家乃至法西斯国家的标准，不进行现代化改革，我们就不可能具备任何竞争力。要完成首轮经济改革，投资每况愈下的科研工作再合适不过了。曾经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德国科技走在世界前沿，现在整个世界都嘲笑德国科技只能跟在日本人和美国佬屁股后面，连意大利人都能在部分领域赶超我们。那些因希特勒宠爱而新生的项目已经被搁置许久，倘若现代化都无法完成，我们又怎能恢复世界大国的地位呢？纳粹党在意识形态上对科学的束缚，限制了我们的进步。排斥犹太物理学的决定以来，我们便与世界脱节了。过去几十年里，工程学领域的各种科学进展，仅仅是为了推动党对国家的意识形态控制，这显然不符合当今国情。所谓的日耳曼物理学也该寿终正寝了。经济部长是正确的，三心二意的手段和谨慎挽救不了德国经济。无视那些意志薄弱的保守派的抱怨，果断采取行动，才是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道路。元首已经授权他解决国内经济困境，让德国重新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比起德国曾经跨越的艰难险阻，躁动不安的中产阶级和衰败的经济根本不算什么。要不了几个月，人民便会对我们感激涕零。要拯救民族社会主义，就必须先把它扔到一边。还不到1年前，国际观察家认为德国的经济已经无可救药了。他们列举了德国经济的强制劳动，抛弃思维定式，德国经济就能走上真正的复兴之路。目前，司法调查和审判已经进入收尾阶段，罪大恶极之徒均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们的国内关系网盘根错节，而我们最不想看到的便是另一场德国内战。纳粹党居然肯跟元首和人民叫板，这些人算老几？他们有什么资格质疑元首的权威？就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对元首说三道四，他们敢这样跟希特勒说话吗？是德国人民的意志赋予了元首权力，不是这些政客。更重要的是，全世界都在盯紧我们，像秃鹫一样盘旋在祖国的上空。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明白，在众多雄心勃勃的德国领导人中，唯有阿尔伯特·施佩尔才是他们应该结交之人。人们已经许久不曾看到德国主妇提着大包小包食品杂货归家的身影了。想当初，一钱包的钱满足1个人1天的口粮都不够，更别提要让5个人填饱肚子了。如今，同样多的钱可以满足一家人2周，甚至是更长时间的食物需求。大吃大喝，如今正迅速成为常年忍受贫苦之苦的德国民众们最喜爱的消遣方式。
现在再也不会有父母因为孩子贪吃而责骂他们了。如今，食物也不再是德国民众尽情享受的唯一选择了。电子产品、汽车和奢侈品的价格正在回落到民众可以接受的水平。许多家庭近期都添置了新电视，同时拥有私人交通工具的公民数量也大大增加。然而，正如经济部长提醒的那样，现在的好景绝不能被高估。虽然许多人的生活条件已经迈过贫困，但更多的人仍然挣扎在贫困线以下，他们缺少获利的真正手段，慈善事业取得的成果终究有限。如果元首想要让工人阶级真正走出穷困，恐怕还有不少事情要做。他曾经只是一名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建筑师，他并非生来便要执掌最高权力，也从未动用过任何不光彩的政治手段谋划权位。他是德国人民最伟大的榜样，是由你们全世界最高贵的德意志民族亲手铸造的榜样。这演讲听起来不错，对吧？元首不太习惯发表演说，所以他把大部分宣传工作都交给别人处理了。德国内部的政治派别或许一团乱麻，但这和街头的平民百姓无关。他和数千万德国同胞真正关心的是，他们知道元首爱他们、信任他们、尊敬他们，并将竭尽所能帮助他们。施佩尔并不希望把那种冷漠、遥不可及的统治者形象留给后世，相反，在今后的传奇中，他的形象将是一位属于人民的伟人，一个后代争先效仿的对象。诸事顺利的背后有暗流涌动，麻烦终究还是要来的。越来越多的情报被送到了元首的办公桌上，在德国的阴暗角落里，正酝酿着一场风暴。内战的阴影仍未远去，新的阴影又降在我们头顶。某些肮脏的活动更可怕，已经传到了情报部的耳朵里。那是个简单却又可怕的名字，这个名字将震动德国的根基，挑战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那么现在，德国终于重建了欧洲的霸权，并且改革了经济和外交。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们的外交事务、全球冲突和情报突然就显示不正常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明明版本也没有更新啊，也没有提示我哪里出错了。因为如果出错了的话，连游戏正常都进不来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样严重限制了我们的情报部门的能力啊。玩这个游戏的本身并不难，但是这个模组 TNO 太卡了，玩1年需要很长时间，我实在是不想重新再开一个档了。我看一下能不能继续玩下去啊。如果能的话呢，我就继续玩下去。如果之后又遇到了什么无法修复的错误的话，我就再重新开一个新存档啊。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么德国的改革之路最后能否顺利的完成呢？我们就下一集再说啊。这集先这样。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不妨点个赞啊，再订个阅啊，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了。那么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了，大家再见。